又是新的一天，天气不错啊，赶紧撤离米兰，热死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出发去多洛米蒂啊。多洛米蒂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山区啊，它靠近瑞士。多洛米蒂那块地方呢，也是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，所以它的那个景观呢，其实不太意大利，挺像瑞士啊，像法国。多洛米蒂是不是说德语的？意语吧，不要说认知以外的事儿。我这个在我认知之内啊。啊，那好吧，那说德语吧。我查一下。我们这次是准备租车过去。其实多洛米蒂是个很大的地方，我们主要住的地方是在西多洛米蒂。如果从大城市过去的话，在意大利可以从米兰或者是威尼斯过去。啊，米兰的话过去是3个半小时左右，然后威尼斯的话是2个半小时吧。我们现在去提车。多洛米蒂位于意大利东北部，是一战结束后才划归意大利的地区，因此深受奥地利文化影响。这里大部分居民的母语是德语。专业。据说那边有些人是不会说英语的，那我们自己去验证一下。我们之前一直想去，没去成，结果这2年突然在国内越来越热门了，导致现在去多洛米蒂每年都在涨价啊。有些地方本来是停车啊什么都不要钱的，今年都要钱了，而且什么缆车什么都要开始预定的，甚至停车场都要预约，我跟你讲啊，所以很离谱啊，所以真是要越早去越好，再过2年真的去不起了啊。多洛米蒂是这样的，它夏天是徒步，冬天就是滑雪。啊，我曾经去过一次多洛米蒂啊，就是跟这位朋友一起去的啊。我们去那边作死滑雪啊，冬天啊，差点死在上面啊，但是还是很美的啊。多洛米蒂它的温度跟市区还是有差别的啊。我们现在在米兰是32度啊，热得要死，但是到那边可能就20几度。山区的天气变化也很快，所以大家对衣物还是要注意啊。像5月份的话，可能还是得加一点厚衣服。不能就直接穿个短袖过去了。多洛米蒂最好的出行时间，差不多6月份中旬到9月份吧。然后国庆前天气比较稳定，然后白天时间也长，景色也很好看。我们现在是6月初啊，稍微不算很旺季的一个旺季啊。我们这次在米兰中央火车站也是租这个 6T 啊。好了，刚刚租到了车啊。这个小哥说了，他们现在所有的车都在多洛米蒂啊。小哥还说，就说，虽然米兰偷东西还是挺厉害的，但是到了多洛米蒂，基本上没有人会碰你的车 ，No one will touch your car， 他直接这么说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车啊，吉普的复仇者啊。我们到这个收费站了啊，我们可以走这个蓝色的那个有 card 的那个收费站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刷卡。蓝色是只能刷卡，白色又可以现金又可以刷卡啊，我们就走白色的了。那怎么用啊？哎，太远了。拿个 receipt 吗？刷点卡就行。Sorry。刚刚还在笑前面的人，自己也非常狼狈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地貌开始有点变化了啊，已经有山就在前面了啊，我们可能就要看到个山里面。目前这个山看起来矮矮的。我们来到了多洛米蒂山区啊，小川溪。我们刚刚在收费站拿到的票子啊，取到的一张纸质票，等会儿出收费站的时候拿这个纸质票去付款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城市叫博尔扎诺，这个地方就是多洛米蒂的入口，再往北边走就是多洛米蒂了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博尔扎诺市的市区啊，到了这边它的语言都变成德语了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就是这边因为离德国近，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德语区，所以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说意大利语的啊。好嘞，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博尔扎诺的一个老城区啊，还是很漂亮的。这应该算是意大利算富有的一块区域了，我觉得。啊，这里就是博尔扎诺火车站啊，好多人拎着行李箱，估计都是去多洛米蒂的。
这个圆圈的标志就是它这边的叫 ZTL， 就是 Zona Traffico Limitato， 我觉得就是 Traffic Zone Limitation 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不能把自己私家车开进去啊。哦，这里应该就是它这些老城区了，这很典型的那种意大利小城市啊，小广场。好多店周日都不开门啊。我们来吃德餐了。啊，你都准备好了，纹身感了。这个有点像啊，这个40欧哦，挺好的，我们正好差不多应该能吃完的吧。这是猪肘，然后这个是香肠、肉丸。哇，这有酸菜，这个酸菜一定要尝。啊，好，这个是德国酸菜。这是猪排。猪排。我来看德国的蹄膀跟我们上海蹄膀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个皮有点厚。来了啊，蹄膀。它这蹄膀没有像我们上海那种蹄膀那么嫩，但是它很香，就是那种烟熏的香味。皮虽然很厚，但是嚼起来也很有劲道。这个菜什么味道？这是菜沙拉。这德国经典的德国香肠啊，没有那么科技感，甚至感觉里面有肉。蘸上芥末酱，酸菜。哇，赶劲！我们基本上全吃完了。中，哎，精神意大利人，真漂亮的。那个地方，他说你怎么去那儿？然后他就不说了。这也太土豪了，这个商场啊！我觉得博尔扎诺真的是个挺适合作为一个 base 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前往真正多洛米蒂的山区啊，但是在中间我们会去一个湖，叫 Lago Calezzo。哎，我们现在开始上山了啊！这就是多洛米蒂的山路啊，其实也不难开啊，路修得很好。真棒哎！哇，我们现在真的在大山里。这就是应该是多洛米蒂那个山了吧？我靠！这是哪个山呀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山。刀锋山吧，可能。当年就是从上面我们搓雪搓下来。我们没去那儿搓吧，我靠！真的不像在意大利啊，这在瑞士才是一段佳话，是吧？小教堂。哦，这边有个厕所。哇哦！给右边。为什么给右边？看好了呀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好近啊！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。来了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在拉沟迪卡列佐啊，这个地方就是通往多洛米蒂路上的一个小景点吧。大家都说拿这个做多洛米蒂的热身啊是最好的。它是个小湖，然后背景是这个山啊，哇去，这个山真牛啊！这个就是直接通向这个湖的一个地道啊，挺有意思的。要钻这个地道啊，它是9点到5点才开，哦，再过一会儿我们就看不到了。哇，这你很难想象，这是一个自然景观里面的一个景点。这甚至还有厕所。我天哪！哎，这还这是防震的吗？哦。啊！我去，这个水。这湖蓝的像假的一样的，我的妈呀！天哪！它这里其实是一个那种环形的一个步道啊，但其实没有必要走那儿去，因为他们说其实最好看的景就是这样的啊。哇，确实。Oh my god！ 我手机开着了。你可是 iPhone 17。我们往下再走点，这方向还是最正的。可以，你要拍吗？你要拍吗，姐姐？
这个据说是多洛米蒂最垃圾的一个景。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戴着墨镜。来，它为什么会这么蓝？就像把洁厕灵扔到马桶里的那种蓝。我靠，你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，我突然发现。我现在无法直视这个湖了，突然不美了。刚刚还是在 heaven。我们来拍张合影吧，要不？来，到圈圈来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洁厕灵。我们绕一下这个洁厕灵湖。哎呀，拉高卡列佐。我靠，这里更广。哦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好想游泳啊！都是假的。有鱼，有鱼。这边的景确实没有山当背景的好看哦，是吧？层次比较多。有山当背景就好看很多哦。忒大了吧，这个蚂蚁。这个要跟粉丝说一下。你看这蚂蚁是有毒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蚂蚁咬一下肯定身上都是包。我们现在绕到湖的这边了啊，那边有个小屋子啊。好的，到湖的这侧来了。这个角度确实没有刚刚那里好看啊。已经绕了一半了，基本上绕一圈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。我们现在这边太阳进去了，这个湖就没有刚刚那么洁厕灵了啊。没有光还是差很远的，有光这个颜色完全是两回事啊。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又可以上厕所，停车1小时3欧，又可以看到还不错的景啊，就像相当于3欧买一张门票，1人1欧，还挺划算的。这边付停车费就是把这个停车卡插进去。这好，好热呀！30度肯定热死，这么多毛。他刚刚坐着，然后我摸了会儿他的头，然后他突然就躺下了，然后把肚皮露出来。撒娇。真坏！哎呦，没看见。你看这个在冬天就是一个雪场啊，夏天是徒步地，冬天就是雪场，非常成熟的一个度假胜地啊。这很像中国的小九寨沟、小川西，名不虚传。梦幻山坡。献起了一个名字。我们现在到达了我们民宿所在地，叫 Brixton。这次在多洛米蒂订的也是个民宿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民宿的一个房子啊，挺有意思的。哦，我靠，有点过于，哇，还很大，我天！这么大。哇塞！这是给10个人住的吧？哇，这也太大了啊！我不敢相信。你猜这一晚多少钱多少？1500。啊，1500。咱3个人500块钱一天，如果再加一个人，就是可能300块钱一天左右。这个是洗漱厕所，没有，它这里也是上厕所啊，上厕所也可以在这上。这个就是洗澡的。哇塞！这边还有个阳台。哦，哇，有个小阳台。OK， 给大家浅浅科普一下多洛米蒂的一个地理吧。我们现在处在的是西多洛米蒂啊，西多洛米蒂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区域啊，它主要的一块区域叫 Gardena 啊，那块地方呢有3个城市，一个是 Ortisei， 一个是 San Cristina， 还有一个叫 Salvia 啊，主要的玩都是在这里玩。因为这3个地方都有非常多的缆车可以爬到山上去，然后在山上徒步。最著名的就是 Ortisei， 因为它有2个非常著名的地方，一个是刀锋山啊，还有一个就是休斯高原啊。除了嘎迪纳这块地方呢，在嘎迪纳的北部有个地方叫富内斯山谷，有徒步，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山谷在那里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住的地方呢是 Brixton。
是在这个阿迪纳的北边，差不多离最西边的奥迪森有40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。它虽然不是一个玩的地方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住的地方，尤其是对预算有限的朋友啊，因为它这边住宿比奥迪森要便宜很多，设施也很完善啊，也有公交车直接去奥迪森。多洛米的住宿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啊。可能要提前3个月预定啊，我这个地方也差不多是提前3个月看的才能定下来。有一点就是多洛米蒂这边很多民宿包括酒店，它都是3天起订的，它更偏向于去租给长期待在这里的朋友。现在就几分钟的情况下就开始下暴雨了，哇，还打雷了！好了，太阳又出来了啊！彩虹你看没有？哎，有个浅浅的彩虹，还真有。这鬼天真的有点鬼啊！好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这个彩虹变成一个完整的彩虹了，而且双彩虹，双彩虹！哇天哪！哎，真的哎！双彩虹，还是很完整的双彩虹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趁日落之前啊，去一次富内斯山谷啊。那个山谷有2个比较漂亮的viewpoint 啊。这个 viewpoint 是不要钱，但是停车是要钱。当然，但是这个停车呢，之前是不要钱的，它每年的价格都在上涨，因为这个山谷比较火。现在它那边的停车价格已经变成10到15欧了啊，以前都是免费的啊。我们现在好像真的在往山谷里开的感觉。是的，狭窄的这种。哇，上面有什么？那是一个孤独的，反正都是孤独的，全是孤独的，一切都是孤独的。又是一座山，那个是刀锋山吗？感觉像是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富内斯山谷啊，真是美丽。像这样的这个蓝颜色这个停车的地方，就是付费停车的一个停车位啊。我们刚刚把钱付了之后，把这个票子跟英国一样啊，放在它车窗就行了啊。我猜是这样的啊。OK。富内斯山谷这边有2个非常有名的 viewpoint， 一个是圣约翰教堂 viewpoint， 还有个是圣玛德莲娜教堂 viewpoint。我们将车停在这个小镇的中心，叫 Piazza Central 这个停车场，因为这个停车场相对来说是最便宜的，10欧一次。从这个停车场走到圣约翰教堂的 viewpoint 是差不多15分钟，走到圣玛德莲娜教堂的 viewpoint 差不多是30分钟。我们现在先去到圣约翰教堂。小山羊，哇，前面就是那个可能是刀锋山嘛，啊，就在前面。这个冬天应该就是滑雪的地方，这还有滑雪的那个缆车。哎，这草坪像抹茶一样。刚刚还说没有动物，这边全都是牛粪味、羊粪味啊！哇，真漂亮！你不行啊，你这蒲公英。走，赶紧溜，逃！好吓人，好多老法师在上面。好多老法师拿着相机，举着三脚架在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啊，这样的吗？它称为孤独的教堂啊，和老法师们一起拍照。啊，来，刚刚有点太阳，现在已经太阳没了，有点可惜。这个地方叫圣约翰教堂的 viewpoint 啊，那个教堂叫圣约翰教堂。具体它为什么叫圣约翰教堂我就不说了。这个地方唯一出名一点就是它拍照特别好看。OK， 我们下面去下个点，也要慢慢走。你累吗？不累。你困吗？不困。那边太阳里面稍微浅浅的来了一点达利园效应啊。达利园效应。真的吗？这样省力吗？黑悟空是拿伞。我知道，我现在知道孙悟空这个动作是为了省力。他走累了，孙悟空。这条路还挺长的。这嘉阳孔雀。快开屏了吗？哎呦，嗨，失望了。我们又不是雌孔雀，它开什么屏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尔卑斯可爱的庄家宝宝。我们代表多洛米蒂的龙邮报欢迎你的到来。
为了我们茁壮成长，请勿跟我们接触。哎呦，这往后看还是很厉害的啊！哎，好，死过去。这是导风山吗？应该是导风山吧？我们都是 Q 教官带出来的兵。加油！士兵突击，摇3多，冲！高3多，冲！不行啊！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你以前跑的可比，你以前跑比我都快，我靠！年纪大了。哎呀，这里有个椅子，可以坐在这里观望这个 view 呢。我们坐一下吧。给你运个镜啊！来，3、2、1，走！3、2、1，走！好丑。这个就是圣马德莲娜教堂啊！哎，这教堂正好在打铃。现在是晚上8点钟，它打了8声铃啊，和这个刀锋山遥相辉映啊。因为今天的日落时间是晚上9点钟，所以天还是很亮的啊。这就是夏天的好处啊！大家吃完晚饭甚至都可以来这边散个步啊。当然，我这2个队友已经在那里躺了啊！我现在去下一个点，是整个富内斯山谷最漂亮的那个 view point 啊，它这里都有一个指引啊，从这里走有个 view point， 也不知道是谁开发出来的啊，就是一个指示啊，往这儿走啊，根本不怕迷路。这个路有点难走。确实很漂亮。OK， 就是这儿了。也还可以啊。这个 view point 的话，大家反正看着天气好来就行了，下雨就不要来了啊。有太阳嘛最好，没有太阳也能拍到很漂亮的景的。然后有一点点攀升，但也不算很大的攀升啊。OK。拉练结束，快乐披萨。明天我们就会登上著名的刀锋山和休斯高原。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拜拜。OK。天气暂时不行啊，但是等会儿据说会出太阳。今天我们会去到西多洛米蒂最热门的一个城市，就是 Ortisei。多洛米蒂的玩法其实就是徒步，轻松点玩法就是乘缆车上到山顶，然后再先前有一个轻徒步啊。它有2个非常著名的缆车，一个是刀锋山缆车，另一个就是休斯高原缆车啊。这2个缆车价格都不菲啊，当然以前没有这么贵的，因为它现在每年都在涨价，所以今年的价格看上去格外离谱啊！如果要上到刀锋山的话，要坐2段缆车，往返的话是74欧元，比去年65欧元涨了9欧啊。那么休斯高原的缆车呢，便宜点，但是来回的话也要42欧，所以加起来一天就要花掉快1000块钱了。除了单买的话，也可以买套票，它有2种套票，一种套票是叫 Gardner Pass 啊，它分有3日票跟6日票。3日票的话是124欧啊，6日票是160欧啊。然后这2个 pass 呢，就可以乘坐整个 Gardena 所有3个小镇的所有缆车啊，18个缆车。但可惜今年我们来的稍微早了点，这个套票是6月6号开始放的，我们现在是6月1号，所以我们只能单买啊。然后还有个套票叫 Super Summer Pass， 有单日票，也有4日选3日票啊，还有6日选5日票的。但这个票唯一一点不好是，今年开始它不包含刀锋山的缆车了啊，看自己的需求去买这个 pass 或者是单买缆车啊。今年开始刀锋山的缆车是需要网上提前预约的，但是我看了一眼，其实网上目前的票子还是挺宽裕的，所以我觉得就线下买应该也是能买到的。如果去刀锋山之前，大家对天气啊对气温啊有所顾虑的话，大家可以登录多洛米蒂这个官网，它上面会有当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山上的一些状况，它在山上设有的摄像头是能看清山上的状况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官网去看这些视频，来决定自己今天是否要上这个山。哇，太阳都出来了哦！一转眼儿天就放晴了，哎呀！家人们，这才是度假。哇，我看到个三明治，感觉很攒劲的样子。对，
吃了这种。快乐早饭。没事 ，ham and cheese。结果你这个肉桂卷是最大的。哦。没事，剩下一半是我的。这里有 cheese， 有萝卜，也有那个 ham， 可以很顶。不是，这是唯一一个主动给我们水的餐厅。哪怕是 tap water， 可以。出发前先来采购一波。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超市叫 Coop。Coop 是，其实在瑞士比较常见，其实是瑞士的2大超市品牌之一。所以这边离瑞士近，所以它这边 Coop 会比较多一点，是吧？这5块钱一斤的西瓜。要不要搞一个？哎，这个西瓜看上去还挺好吃的。这个哈密瓜也不错。这个才20几块钱，真便宜。这个必须要买，哈尔堡。买哪个哈尔堡？这个番茄长相简直是完美，好漂亮的番茄。应该有机的吧？这边也有能量棒。水。OK。买完，这个人还捧着个锡呢，太搞笑了。前方刀锋山上面还有点云啊。哎呀，真的天气好。上去就有了，可惜。奥蒂斯也是一个在山坡上的城镇。可惜我们住不起，我们只能看看。住不起。这奥蒂赛起码一晚上，一个人得1000块钱。我们刚刚花了好长时间停车。这边停车的话，建议大家停在这个Central的一个 parking 这个地方。但是刚刚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车位，然后我们这里等了半天，终于等到一个车位。Anyway， 哇哦 ，Amazing， 就是这个 Garage Central 啊，因为它到休斯高原和到刀锋山其实都是差不多距离的，10分钟左右啊。哇，天气好好哦。这个教堂也挺漂亮的。现在往这边走啊，去刀锋山的缆车。哎，这个小镇还是很漂亮的哦。不得不说，住在这儿确实玩刀锋山是最好的啊！再走2步4、5分钟就到了。这边刀锋山它这里也有一个停车场，大家看这停车场人全满了，在排队啊。就是尽量大家不要开到这边来停啊，山丘还是更好一点。这边还有 ski rental， 说明他以前这边就是滑雪场啊。这边就是刀锋山缆车了啊，就在这儿。看一下二维码扫一下，可以，二维码扫进来就可以了。OK， 上缆车，你要不坐中间？刀锋山到顶的缆车它是其实有2段啊，这是第一段是到夫内斯山谷，我们上来了，好快！哎，人真的很少。我觉得应该，我靠，你看这停车场，它停车场也不是什么很规矩的停车场，也是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。这个停车场还不如我们那次，所以我们下来是走下来的。当然也是乘缆车下来，我会让你走下来你们俩就下午就别玩了，我觉得。这个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啊，直接走过来2分钟的小房子。哎，我们往上爬了，能看到整个奥蒂赛的小镇。往上爬。我觉得这个票子它70欧是往返，还是有一定门槛的，肯定很多人就选择直接涂上。对，是有涂上去的。特别是如果一个家庭的话，我觉得他们那种一大家子确实贵啊。哎，我们马上就要到第1城的终点了，就在前面。好嘞，到第1站下车，开门，走。哎，三段 ，OK。等会儿我们就会到最上面。我们等会儿要到最上面。这就是第2层缆车，是个空中巴士啊。也是扫2维码就可以了。快上！Sorry。
我们在挤地铁，真不错。你这涂下来也很感觉很不错。哇，远处有雪山。对不起，这是阿尔卑斯山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地方现在海拔差不多是2000左右啊，所以大家其实觉得不用担心高反啊，这差不多就是中国丽江那个水平啊。来，我们快到山顶了，这个绝壁会不会有人爬呢？冷吗？啊，确实有点冷，要不要给你加一件？好，我们出来了，有点冷的啊，这海拔上来就有点冷。哦。我去！哇塞！我的妈耶！这边就是刀锋山，我去，好透啊！对面的阿尔卑斯山脉也看得很清楚。啊，真美啊！哦，我们现在就浅浅的往那边走啊，走到那个刀锋山，它那边有个 view point， 可以看到刀锋山最好看的一个 view。哟，看得见啊！这上面还是有点冷的啊，起码比下面要冷个5到10度。这个云就像棉花糖一样，假的一样的，妈呀！绝了，家人们，绝了！这个真的绝了。到顶了，好大的风！这是刀锋山啊！哇，这就是刀锋山了。它所刀锋山，我估计就是因为它像刀锋一样那种切面啊。苹果有个 emoji 啊，就是山的一个 emoji， 就是刀锋山为原型。挥个手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人生的意义又上升。你上次死在哪里的？我上次死在罗卡角。不对，我怎么记得你之后还说过一次？我死在云南了。还有带狗子来的，还是带只狗子要多加6欧还是7欧好像。攒劲，这就是360度无死角的漂亮。哎，这边草地上长满了人。梦幻山坡啊！所以这边可以一直涂到 Valgardina 另一个小镇，好像叫 San Cristi。从这边可以继续往前走，如果想徒步更深入的朋友的话，这边要付钱的，要付个5欧，好像是刷卡啊。这里有个炸鸡啊，我们就不去了啊，我们就现在绕下去了。其实往那边走，也就是离刀锋山更近一点，但是可能更近点没有远处看刀锋山好看。我们主要这个鲜花开满的山坡也太好看了。小黄花啊，5月底还不太行啊，但是现在它晴天了1个礼拜，然后这些花都开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6月初也很漂亮啊。其实那几个山都是可以有缆车上去的。不觉得那个很像格鲁德高地吗？格鲁德高地啊，但那上面应该踩不了人。那上面有人吗？你不觉得它就很像那种被刀一切？是啊。上帝的小蛋糕，这个有电的，这些真是骑车骑上来的。这应该是一个雪道。我在这里肯定摔跤。Q 老师现在正在跟姚老板拍人生照片。哎呀，好开心啊！对面就这样的景。主要他们草坪好干净。
是74欧2小时，赚不赚？转。哎，所以刀锋山这边还是得天气好来啊，天气不好了，来应该挺 miserable 的，啥也看不到，又冷死。这个刀锋山下来有一个餐厅啊，这个看了一眼，价格在这个小镇算便宜的，还不错啊。跟着阳光一起吃饭啊。啊，还有面包，真不错呢。这种景点这个地方，这个已经很便宜了。5分钟后啊，3匹饿狼。1分钟。1分钟啊，3匹饿狼。下午就完全变晴天了啊！这天气好的离谱。哦，那个应该就是休斯高原，我们的话就乘这个缆车上去，看到没有？真不错。这水冷不冷？这应该不能喝啊。这个房子都很漂亮，这像老城区的样子啊，真是不错呢。阿德勒。这迪士尼小镇是吧？这里就是休斯高原乘缆车的一个地方。从那个刀锋山那边的缆车走过来也就10分钟左右，就是一天玩，上午玩刀锋山，下午玩这个是最好的。如果天气都很好的话。这是美国人度假吧？哦，这休斯高原这也有个停车场，这停车场挺便宜的，只要0.5欧1小时。这里可以直接买票，它这个就不需要提前预约。这个上下缆车的话是41欧，还是挺贵的啊。如果单程的话是29欧。这个卡就长这样，也是一个2维码。刷个2维码。OK， 就进。上小缆车嘞。这个就也是很典型的滑雪缆车，是吧？来喽，我们上来喽！哦，后面就是 OTC， 真不错哎。我想喝牛屎香奶茶。什么东西？牛屎香。这个地方有牛，所以我们现在闻到一股牛屎味。吃吧，开门。中。嘿，哦，是有点冷啊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！他每次他这个从缆车出来就能看到个很牛逼的景。这个山就是萨萨隆沟，刀锋山应该在那儿。我们刚刚在那边的刀锋山啊，在那边。来，演员们，主要被震过一次，哇！来，哎，看到什么？哎呀，真不错的。休斯高原被称为欧洲最大的高原，然后这边到了顶有一条简单的差不多4到5公里的徒步路啊，可以走个2个小时左右。我们准备去走一下。哇塞，这有点热的，跟刀锋山比，这里没有刀锋山那么冷，没有风。我们现在海拔多少呀？2000了。哦，比刀锋山少了4、500米。只能看到我，天哪，就像假的一样。还是很平缓的啊，不是那种爬山路，感觉是一个比较老少皆宜的一个健步道。Right, I want to go there. 就现在这个绿已经很绿了，这个草。哇塞！
萨萨浪狗又出现了。Amazing， 天气好就是王道呀！我跟你们讲，这个颜色好看到我都不想戴墨镜。摘下你的墨镜。就是洗眼。这都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了。哎呀，这个太舒服了吧你！你今天躺一会儿呀？你别跪下去。太爽了吧，同志们！也开心的很呢。你们就像那个在山上放羊放那些小羊，你知道吗？羊应该这样。这太搞笑了吧！感受一下风。哎呦，真不错。涂个1公里跑过去喝杯啤酒，接着涂就很开心。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徒步景区应该有的样子。哎，还是建议大家喝酒不徒步，徒步不喝酒。为什么不能喝酒徒步？因为可能会摔跟头。哦，这样的吗？音乐之声不是在这拍的，但是这时候想来点音乐之声的感觉，是吧？哆爹，怎么唱来着？哆啊爹啊飞没有爹，然后呢？你不要复读我。我学你嘛。我为什么还要一展歌喉？我不要唱歌。我们现在就一路开始往下坡走啊，走到那个地方，离这个山更近一点。哎呦，小花呀，这才是春天呢！你坐着啊，哎，你这也太舒服了，你这也，哎，这个走草地都不伤脚，不伤膝盖，都是软的土。这个草我就很想后空翻，你别伤着。你当心哦。哦，这哪是后空翻，这叫侧手翻！我，侧手翻，你在搞笑吗？我们现在冲向这个山了，感觉像人就像撞向这个山一样的，萨萨弄狗啊！好，你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你了。傻不傻逼？太傻逼了！你干嘛？你有毒？你有毒吧你？哎，这一路走到了谷底，又有一个小木屋，可以喝酒、吃饭、吹牛逼，真不错，还可以晒太阳。哦，它这路真四通八达，你都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。来看看啊，这个最高峰就是这个萨萨隆沟啊，这个刀锋山在那儿，那是刀锋山 ，P C 的，平的那个地方就叫 P Z C 了，上面切了一道图一样的，有云的比没有云的好看，非常完美。走，正好3个坑位。想看到好看的地方，最后还得吃波苦啊！一路爬到那个上面去，2公里，多好！这草被吹得像绸缎一样。开始攀升了，开始攀升了啊！走，我们今天再次测种，满山遍野的蒲公英，还是知识量不够，厉害！哎，好多小绵羊，这是小绵羊还是这是山羊还是绵羊？不同颜色的，像猫咪一样的各种花色。哇！回到中世纪，这马好大呀！好了，我们已经爬上来了啊，又回到了刚刚的缆车，怎么样 ？Easy。轻松松松，走了一个圈圈，然后走走停停躺躺，差不多2个小时啊。如果我们要有一只狗的话，会更 happy。说的有道理。我们早上11点钟到的刀锋山，2个小时，然后下午2点多钟到的这儿，
也是2个小时，就是整个一天差不多也就5、6个小时就可以把这2个地方算比较轻松的玩完啊。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很 rush， 早上走来的贼早啊，这个还是很悠闲的。好了，跟美景说拜拜了，我已经看麻了这个山。我没有麻。回去看照片再看吧。See you later。这个本来我们今天的旅程已经结束了，原定计划，但是现在我们准备冲一波莽一波啊！现在开去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 Lago di Brais，主要是因为今天天气太美好了啊，但是我们后2天天气非常的 not promising， 所以我们准备看看在今天天气好的情况下，把最好看的景都看完，这样子也不会留遗憾。但是有点危险是，就是我们到那边可能是7点钟啊，日落是9点钟，不知道还有2个小时日落，这个景会怎么样啊？但是想想看也比下雨啊、阴天啊好。从我们那边的 Brixton 开到 Lago di Brais 差不多是1个小时左右啊。再路过一个大湖，我去，可以 ，super nice， 大湖。你好好开车。这也太好看了。这也太好看了，是不是已经麻了你？没有啊，还是觉得很好看。哎啦，这太阳真好呢，即将到。落山。就是现在光比较柔和吧，主要是没有云挡住那个太阳，还不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Brais 湖的停车场。Lago di Brais 一共有4个停车场。P1 距离湖太远了，这里就不推荐大家去了。P2 距离湖约10分钟左右的步行路程。P3 和 P4 就在湖旁边 ，P4 离得更近一点。所有的停车场在旺季9点至16点需要强制在官网预约。2026年的旺季是7月1日至9月15日，收费请见图。可以看到价格死贵，并有许多强制的消费，只能说恶心到家了。如果在9点到16点之外进入的话，就不需要预约，可以 walk in 付停车费。以上价格仅供参考，因为这价格每年都在变，每年都在涨。淡季的话其实就不用预约了，价格也便宜点。由于价格也一直在变，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。这里推荐停 P3， 价格居中，也不需要走太多路。由于是人工收费，像我们这种到的比较晚，都没有人收停车费。这么惨的吗？我们还能看到光吗？小船。好像确实没光了，还行。它可以有船去坐着去玩的，这个船还是很贵的。没有说特别蓝，但是还是有点蓝色的。晚了半个小时吧，可能。但是还是能看到湖中的倒影，水还是很清的，清到可以看到，这个山啊。它这边有条环湖道，可以沿着上面就是环过去，然后沿着湖转一圈过来，好像是3.7公里。就是要走的话，肯定要走1到2个小时吧。就拍拍停停。哎呦，哦，水还挺深的。你的主人呢？哎呦，真开心。这里应该可以看整个山最大的一个样子。但我觉得好就好在什么呢？就是现在这个船因为它不运营了，所以这湖面还是很平静的。就是你想拍照的话，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阻挡。干嘛对我叫？船从早上9点开始到5点45分都有。价格是什么呢？45分钟一个 tour， 一船可以有5个人，55欧，还可以有一个 postcard。这个不是自己画。这个是 shared boat， 就是跟别人拼船，20欧一个人。这还可以，我觉得。我要年轻个10岁，我觉得挺值的。这湖的正对面还有一个宾馆，还有湖景房，这应该挺贵的吧？这边还有个教堂。右边。这边还有个教堂，它不孤独啊。这个水冷不冷？好
了，我们今天结束了，在这个美妙的黄昏中结束了。就觉得很梦幻的一天，好的，童话的一天。这样做梦都是休斯高原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明天天气会很差，我也不知道明天干嘛，反正我们回去研究一下明天干嘛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今晚我们的晚饭，泡面，西瓜，这西瓜，露娜姐亲选，我靠，好吃吗？尝一个，尝一个。甜吗？你干嘛？抽搐。好甜啊！大家如果在多洛米蒂吃不起饭的话，去超市买点东西，然后住个民宿，然后吃点面乱讲就可以了啊。开玩笑可以，重，对吧？好吃。这边稍微浅谈一下意大利开车吧。意大利开车的话，也跟中国是一样的，是左舵啊，所以它的驾驶习惯跟中国是一样的。有几个小注意点吧。首先还是环岛啊，整个欧洲就是环岛比较多。那么怎么开环岛的话，大家得习惯啊，就是让车啊。它的逻辑跟英国是一样的，也是先等没有车之后，然后我们再进去。然后我们是到第3个 roundabout， 所以我们是直接按左转线，然后往这边转，转到第一个。然后从这儿出去，然后右转，大右转能出去，其实跟英国的逻辑是一样的。第二个就是还是右转啊，右转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红绿灯啊，不是红灯也可以右转的啊。然后在意大利有一个东西就是叫 ZTL 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为了保护城市而设的一个限行区，大家如果车开进去的话，就很容易受到罚款，因为它有探头的。那避免 ZTL 的方式呢，其实就是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导航叫 Waze 这是欧洲用的比较普遍的一个导航啊。这个导航就会自动帮你避开这个 ZTL 的区域。如果大家是用谷歌地图做的攻略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就是谷歌地图可以有个分享键，直接导去Waze 这个 APP， 然后就用 Waze 这个 APP 来做导航就可以了。谷歌导航就很容易出现导进 ZTL 区域这个事情，两个是 APP 可以交换着用啊。然后还有就是意大利的停车，那么停车除了停车场，意大利有很多这种路边的停车，它有3种颜色，一个是白色白色是可以停的，而且是免费的。那么蓝色的话是需要付费的，黄色的话就是千万不要停，那个是居民的一个停车位，所以停的话会被罚款的。那么在停车场的话，就是大家要付款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过高速啊，意大利是有高速的。那么高速的话，它也有3个入口啊，一个是 ETC 的，大家千万不要开进 ETC 那个口，因为租的车一般是没有 ETC 的。一般的话有 contactless 信用卡的话，大家就开进一个蓝色的一个 card 的一个口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白色口是可以用现金的，反正白色跟蓝色口就开进就行了，就千万不要开进黄色那口。反正开车注意吧。